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这部根据大卫·麦卡洛的同名获奖书籍改编的连续剧《约翰·亚当斯》。本剧的男主角由保罗·吉亚马提饰演，女主角由劳拉·林尼饰演，曾获得了多项艾美奖和金球奖的优秀剧集。第二集中，亚当斯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联合会议，参会的是美国最早的13个殖民州代表。亚当斯是第一次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参加大陆会议，与会过程令亚当斯倍感失望。对于马萨诸塞州面临的武装镇压，发言者只是无关痛痒的口头谴责，末尾还不忘强调英国对殖民地的合法统治权。为此，亚当斯在会后的饭桌上直接表达不满。他认为这个会议什么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但就如同毫无结果的会议一样，亚当斯的直言不讳同样没有引起任何的共鸣，甚至连反对的声音都没有。威望很高的宾夕法尼亚代表狄金森一笑置之地和大家举杯敬酒。亚当斯才意识到什么叫人微言轻，他的意见在众人眼里就不值得被讨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马萨诸塞州是在大陆会议中没有朋友、没有支持者，甚至连反对者都没有的小透明。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想法和提议都会被忽略，更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郁闷的亚当斯一回到家就投入到农场的工作中，清理猪圈、种地，教孩子如何干活。但很快就被烧到家门口的战火打断了，遍地的死尸。红色军装的英军，杂色服装的当地民兵，趴在尸体边痛哭的母亲，自发出征的医生、农夫、教师，还有那些正在赶往前线的稚气未脱的少年童子军，场面混乱。亚当斯拦住一个熟人，对方说英军派出一个团来收缴武器，数百人奋起反抗，于是发生了交火。现在大家都往那边赶，一起把英军赶回波士顿。看着这一切，亚当斯无法袖手旁观。他告诉妻子，看着那些自发的市民和还是孩子的童子军，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全凭一腔热血的去送死，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要找到武器和领导者，更重要的是找到支援，找到同盟。在妻子的支持下，亚当斯重返费城的大陆会议。显然，马萨诸塞的战火已经传到了费城，不少对英国殖民政策敢怒不敢言的代表开始注意到马萨诸塞州。来自宾夕法尼亚的老富兰克林进门就大声地与亚当斯等代表打招呼，对马萨诸塞的硬气反抗表达敬意。但这并没有改变会议上的状况。南卡罗来纳的代表指责马萨诸塞的反抗毫无意义，而宾夕法尼亚的狄金森更是认为马萨诸塞的莽撞反抗会把其他殖民地也拖入战火。他提出大家一起礼貌地向英国国会表达诉求，相信国会一定会解决争端。亚当斯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反对，他认为现在马萨诸塞已经开战了，英军挨家挨户的搜查，对反抗者施以武力镇压。这是否会在英国本土发生呢？如果不会，那么现在就是通过战斗来获得同权的最好机会。狄金森则顺着话怼回来，要争取同权也应该是向英国国会申请，对于搜查和镇压不应该反抗。亚当斯瞬间无语了，狄金森就是想把讨论拖入漫长而繁杂的申请流程里，完全不顾马萨诸塞已经血流成河。亚当斯愤怒地表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生活在战火边，他们无法等到遥遥无期的申请，自己也不能任由英军把他们赶出家园，拿起枪战斗是唯一的选择。狄金森冷漠地指责亚当斯就像个战争贩子一般在兜售着愤怒，如果执意要把大家都拖入战争，那么他将发动动议剔除马萨诸塞州的会议代表席位。亚当斯第一次失态地当众指责狄金森就是个冷血的权谋家，完全没有一点正义感和同情心，这引得主会人打断了他，开始唱票。结果除了少数地区支持马萨诸塞以外，大多数都支持狄金森向国会提起申请的倡议，甚至曾向亚当斯等人表达敬意的老富兰克林都把票投给了狄金森。亚当斯在会后不甘心地找到老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很坦然地告诉亚当斯，他的错误行为是造成被动局面的原因，然后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政治经验告诉亚当斯，
他说，首先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是一切行动的前提。贸然提出意见，除了增加对立面外毫无用处。其次，尽可能不要树敌，特别是当众攻击狄金森的人品的行为非常幼稚和愚蠢。最后，政治家要精通语言的艺术。仗义直言的结果往往是祸从口出，所以话不能乱说。看着亚当斯一脸的沮丧，富兰克林给他指出一个潜在的盟友——弗吉尼亚。他们的财富、威望和面积都是殖民地里的佼佼者，而且他们对马萨诸塞表现出来的同情和友善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富兰克林也表示自己很愿意支持亚当斯，前提是亚当斯能用更聪明的方式来达到政治目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富兰克林把亚当斯引荐给了弗吉尼亚的代表哈里森和理查德·亨利里，同时他们见到了乔治·华盛顿。华盛顿为马萨诸塞的境遇颇感担心，他认为与会的殖民地是一个整体，英军攻击一个就等于在攻击全部。他正在自筹资金，组织一支志愿军前往马萨诸塞的战场，解救波士顿于水火之中。话语间展现出华盛顿坚定的意志和极强的行动力，寥寥数语就把他领导人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瞬间折服了在场的所有人。接着他们遇到了托马斯·杰弗逊，他的言谈举止令人印象深刻。会议上，亚当斯带来最新的伤亡，马萨诸塞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了400人，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战士。亚当斯建议组建一个联军来一起对抗英军的行动，并推举乔治·华盛顿为联军的最高指挥官。乔治·华盛顿的统帅气质让与会众人无法拒绝这个提议，甚至一直反对战争的狄金森都感到没有合适的理由阻止华盛顿当选。果然，华盛顿以绝对的选票当选了殖民地联军的总司令职位，同时也通过了筹建大陆联军的提案。当大陆会议在白热化的争执中进行时，波士顿在战火纷飞中坚强抵抗。阿比盖亚独自操持着家里和农场里的事儿，给路过的伤病送水。看到运尸车上一张张熟悉的脸孔，还有那血染的旗帜，心里百味杂陈。战争被具体地呈现在眼前。受伤的民兵告诉他，英军借着轮船的炮火占领了邦克山，但是大家奋力抢了回来。阿比盖亚向丈夫抱怨会议的效率低下，担心战争会毁了家，把孩子们都裹挟进去。大陆联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应征入伍的士兵缺医少药，武器也不够，而且突发的天花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最终能投入战斗的只有5000人。亚当斯向华盛顿承诺，自己会努力争取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并透露了自己想要争取独立的想法。这想法与华盛顿不谋而合。天花不仅在大陆军传播，也在市民中传播。阿比盖亚用酒对家里全面消毒，冒着生命危险，用最原始的方式接种疫苗。而亚当斯却不得不再次丢下家人，前往大陆会议，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正当亚当斯努力说服大家筹集必要的军需物品时，国王乔治3世的公告传来。公告中把马萨诸塞的抵抗定义为叛乱，通缉领导者，并判处绞刑。这个公告导致那些中立的殖民地代表都开始倾向于马萨诸塞的强硬立场。亚当斯意识到独立的契机正在开始降临。与此同时，华盛顿将军率领的大陆军捷报频传，不仅缴获了英军的火炮枪支，还把波士顿的英军全都赶回了船上。他顺道来拜访了亚当斯的家人，并且帮助阿比盖亚把家书带给亚当斯。这些胜利让大陆会议中支持独立的代表充满信心，弗吉尼亚成为了支持独立的领头殖民地。杰弗逊表示自己愿意全力推动这件事儿。会议上，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里提出了独立的倡议，除了纽约的反对以及摇摆的南卡罗来纳等少数地区外，独立得到了压制性的支持。
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狄金森依然坚持不能离开英国的统治。老富兰克林站起来表示，既然英国国王无视美洲殖民地的请愿，而且把大家都当成叛乱来镇压，就已经失去了谈判的基础。那些必须的天赋人权将由自己建立的政府去实现。双方的唇枪舌战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反对独立的南卡罗来纳提议把独立投票延迟20天，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来做决定。在散会前1分钟，亚当斯提议建立一个起草独立宣言的小组，并获得了通过。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5人委员会就此成立。该委员会由康涅狄格殖民州的罗杰·谢尔曼、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托马斯·杰弗逊、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约翰·亚当斯和纽约殖民地的罗伯特 ·R. 利文斯顿组成。宣言最终由托马斯·杰弗逊独立起草后，向富兰克林与亚当斯展示。富兰克林修订了其中48处。当这份宣言被公开在会议中提出时，狄金森依然坚决反对独立。他认为现在的独立就是让美洲殖民地的白人失去保护，来自黑奴和其他种族的移民土著会把白人屠杀殆尽，而且失去大英帝国的领导，13个殖民地将会分崩离析，分裂成无数的小国家。届时，一群互相混战的小国家还不如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稳定团结，即便这个统治者看起来并不称职。亚当斯站起来发言，他全盘接受狄金森的判断。确实，在以往人类的经验中，一个国家的良好运行必须依靠一个帝王专制的政治体系，也就是由一个人的意志来左右一个国家的运行。而现在，在座的所有代表都面临一个机会，一个开创先河的机会，建立一个有法治而不是帝王专政的国家，这在整个世界独一无二。用法律赋予人权利，同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最终56个代表全票通过了宣言，并纷纷签字。至此，英属的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好的，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本剧的制片人是著名的演员汤姆·汉克斯，正是他的积极筹措运作，才能够让本剧从书本搬上荧屏。传闻他带着一本满是便签的约翰·亚当斯传记，与原著作者大卫·麦卡洛相约在一个餐厅，通宵达旦地讨论着剧本的构架。很难想象啊，一位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和制片人，一位是屡获殊荣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这2个连名字都很难同时出现在一起的人，竟然会坐在一起彻夜畅谈。其实，汤姆·汉克斯一直是大卫·麦卡洛作品的忠实读者，对麦卡洛的历史著作怀有浓厚的兴趣。约翰·亚当斯传记出版后，汤姆·汉克斯立刻被其吸引，敏锐地察觉到这本书具备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巨大潜力。他与他的制片公司迅速联系了麦卡洛，表达了改编的意愿。麦卡洛也被汤姆·汉克斯的热情和专业态度所打动，愉快地同意了这次合作。于是这段跨界合作就此展开。在合作中，2人都对历史准确呈现的部分格外的关注。汤姆·汉克斯与制作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历史细节，甚至对每一处拍摄地点的选择都严格把关，以确保能够真实还原18世纪的美国。麦卡洛作为历史顾问，在剧本创作和拍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意见，帮助剧组避免了许多历史错误。这样的细致打磨，使得本剧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真实感，还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在选角的过程中，汤姆·汉克斯特别看重演员是否能够准确表现出历史人物的性格和面貌。最终，保罗·吉亚马提被选中饰演约翰·亚当斯，而劳拉·林尼则饰演阿比盖亚·亚当斯。麦卡洛对这2位主演的表演非常满意，认为他们完美地再现了亚当斯夫妇的形象。拍摄过程中，汤姆·汉克斯和麦卡洛常常一起探讨历史，并且在片场举办了几次即兴的历史讲座。麦卡洛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生动的讲述方式，成为了剧组的历史老师。
最终，约翰·亚当斯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13届艾美奖和14届金球奖。就这样带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剧，让我们能够通过这部影视作品深入地了解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事件，感受历史的脉动和力量。好的，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更多精彩我们下期继续。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